實名舉報釋永信後，他被發配到了青海。2015年7月25日深夜，一封名為少林寺方丈釋永信這隻大老虎，誰來監管的舉報信在網絡上曝光，迅速引發軒然大波。一位自稱釋正義的僧人公開舉報釋永信犯有隱瞞戶籍、亂搞男女關係、侵吞私產、生活腐化4項大罪。舉報信附有詳盡材料，最具有衝擊力的是直接公布了釋永信與涉事女性施延杰的雙重戶籍身份證號。舉報材料還稱，釋永信曾經使用韓明君的身份證登記入住酒店，行為隱蔽。少林寺迅速回應，嚴正聲明舉報內容純屬無中生有、惡意編造的侮辱誹謗。外界分析，司方特意強調本寺中無釋正義此人，意在逼迫舉報者现身。其實釋正義不是某個僧人，而是一個團體，一個和少林寺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看不慣釋永信胡作非為的僧人團體。為了增強舉報可信度，曾任少林寺武僧團總教頭、以精湛少林棍法聞名的釋延魯率先公開身份。據悉自述，他因私教外國學員功夫而被釋永信逐出少林。釋延魯向最高檢舉報稱，自己曾親眼看到釋永信喝酒吃肉，與女尼姑開房。這位女尼姑就是前面提到的施延杰。2069年，他與釋永信生下了個女兒，名叫韓某恩，戶口就掛在釋永信母親名下。這實在有點駭人聽聞。堂堂少林寺方丈不但有女兒，還是跟尼姑生的。武俠小說中的狗血橋段似乎在現實中一一應現。但為了證明釋永信的清白，施延杰居然說自己2004年便切除了子宮，根本不可能有小孩。隨後，更多自稱釋正義的人士發聲，其中時任少林魔大院首座證實了釋延魯的指控。此外，一位曾協助處理少林寺賬目的居士向有關部門提交賬本時，其中記載着2004年釋永信曾以香火费為名向某女性支付300萬，舉報者稱此為流產賠償款。2015年11月，調查組公布結論稱未發現釋永信有違法違規的問題。此後，釋正義群體逐漸沉寂，那位發生的達摩院首座被調往青海一座偏遠的小廟清修，自此未歸。而釋延魯則處境艱難，背負少林判僧之名，其武館招生受阻，生計陷入困頓。而耐人尋味的是，此次釋永信被傳失聯，距離釋正義舉報事件恰好10年。10年輪回，讓公眾再次關注當年那場未盡的追問與舉報者的命運。佛教第一次遭遇重大的危機是1600年前的北魏時期，時任統治者的太武帝在搜查一所寺廟時，發現了一間密室，裡面藏滿了兵器、酒具、金銀以及美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查封全國所有的寺廟，僧人献器還俗，史称太武滅佛。100多年後，佛教復興，借助信徒的供給，寺廟大肆侵吞土地、戶口，導致朝廷無稅可徵、無兵可用。北周武帝掀起了第2次滅佛運動，僧人在朝堂威脅他說：“陛下這麼幹，不怕將來下地獄嗎？”北周武帝傲然答道：“只要百姓安樂，朕何辭地獄之苦？”接連的沉重打擊，迫使佛教界深刻反思。唐代高僧百丈懷海禪師一針見血地指出症結：僧侶脫離生產，不勞而獲，是招致世俗社會反感的根本原因。為此，他創立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叢林清則，強調僧人必須自食其力。此後數百年間，佛教持續強化自我約束，僧眾力行農耕勞作，嚴守清規戒律，接受官方度牒管理，積極參與賑災濟貧等社會事務，最終成功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度結合。僧侶的形象也逐漸轉變，從被視作寄生蟲，重塑為受人敬仰的修行者。因此，絕不能讓釋永信事件玷污了佛教千年修行積累的清譽與功績。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終將彰顯；歷史於人心，終會為堅持真相者證明。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